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阅读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5月21日，我们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最新消息，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实时通讯。独家洞察 G7 对中国态度突变，是默认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G7 在广岛峰会没有对中国发出严厉的言辞，这不是出人意料的结果。正是走出梦游，面对每个国家都有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相较于攻击、干涉或胁迫他国，恢复了诚实与理性。更重要的是，依赖战争和形成意识形态阵营并不能解决当前世界的分歧。在如今的时代，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合作、相互依赖，共同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然而，我们必须审视过去几年中的错误心态，比如站在道义高地上指责他人，以及无法接受全球南方崛起的现实。曾经的7大工业巨头，他们的 GDP 占全球比例在30年前高达 70%， 如今却已降至 40%。但这并不是西方的衰败，而是全球发展的必然结果，即摆脱贫困，实现繁荣，这本就是西方一直期盼的。对此，西方国家应当感到欣慰，而不是焦虑或失落。一个平衡的全球格局不仅有助于世界和平，也有助于我们共同面对全球性的问题。全球南方还在发展中，面临重重困难与历史遗留矛盾。我们不能忽视，例如俄罗斯这个曾是西方强大对手的国家从苏联的崩溃中走来。俄罗斯现在还在残酷玩弄战争游戏，未能完全融入欧洲，普京的责任自然不可推卸。但西方对于这个被欧洲孤立的俄罗斯所面临的问题，是否能说自己毫无责任呢？再看中国，中国的 GDP 已经占全球的 20%， 几乎是 G7 工业国的一半，但这是他学习西方的成果，而非对抗的结果。中国不仅建设了辉煌炫目的高铁系统，还成功摆脱了极端贫困，这都值得西方的肯定。其强大的工业生产力对解决全球通胀、疫情后经济复苏更是做出了贡献。如果脱钩，西方不是去风险，是立即加大风险。当然，中国在人权和法治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对此，西方应以建设性的方式提供帮助，而非敌对对待，将其推向对立面。对于西方7国希望建立一个小规模 G20， 我们必须记住 ，G20 的初衷是为了帮助亚洲摆脱金融危机。现在的小规模 G20， 如果将中国和俄罗斯排除在外，可能会培育更大的危机。G7 对中国的温和态度并非软弱的绥靖，而是更现实、更符合我们理想价值的诚实表现，会给中国走向文明更有力的牵引。本文作者和平，中国简报分析专家。莫迪向泽伦斯基承诺尽一切可能帮助乌克兰。独立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承诺支持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在俄罗斯的全面入侵中为他的国家带来和平。两位领导人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在广岛会面，莫迪承诺将尽其所能帮助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去年2月，超过17000名印度学生不得不从乌克兰撤离，印度裔学生不得不转学到其他国家的大学继续深造。印度因在战争期间缺乏对乌克兰的支持而受到批评。G7 峰会为印度和巴西等坐立不安的国家提供了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机会。中国最热门的旅游胜地烧烤城是怎么回事？纽约时报，淄博，一个以前在中国默默无闻的城市，现在已经成为烧烤的主要旅游目的地。这座城市为食客提供了在桌面炭炉上自己烤串的机会，这在寻求 DIY 的年轻人中很受欢迎。感觉烤串的价格低廉，起价仅为15美分，也推动了这股热潮。大学生们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的体验。然而，当地人竭尽全力让这种狂热继续下去，包括为找不到住宿的游客提供住所，以及组织180人团，身高超过5英尺11英寸的男子穿着西装在火车站迎接游客。淄博变得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其他市政府官员派出研究小组去那里，试图复制它的成功。尽管游客大量涌入，但一些当地人表示，他们希望看到他们的小镇突然名声至少有所下降。美国需要用于电动汽车的矿物，其他人也想要它们。纽约时报，
中国在制造电动汽车电池和可再生能源存储所需的关键矿物的全球加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对为这一转型提供动力所需的材料的控制权仍有待争夺。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大力提升锂离子电池的市场份额，主机厂和电池供应商将注意力转向了原材料供应链的挑战。美国官员已开始与其他国家谈判一系列协议，以扩大美国对锂、钴、镍和石墨等重要矿产的获取。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合作伙伴关系中的哪一个会成功。在广岛开会的日本、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一致认为，世界80%以上的矿物加工对中国的依赖使他们的国家容易受到来自北京的政治压力的影响。北京有将供应链武器化的历史在冲突时期。周六，7国集团领导人重申需要管理脆弱的矿产供应链带来的风险，并建立更具弹性的资源。上周在东京举行了部长级会议，旨在解决关键技术领域的供应链漏洞。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和日本的联合声明可以通过多供应商解决方案或结合不同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的分解系统来提供核心技术，以实现网络的弹性和安全性。在这种情况下，部长们肯定了美国的重要性，日本在 5G 和超越 5G 方面的合作。全球对这些材料的需求正在引发一波可能加剧的资源民族主义浪潮。在美国之外，欧盟、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推出了补贴计划，以更好地竞争新的矿山和电池工厂。中国公司仍在大力投资收购全球的矿山和炼油厂产能。据7国家以及与美国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生产世界上 30% 的锂化学品和约 20% 的精炼钴和镍，但仅生产 1% 的天然磷片石墨。关于主宰下载排行榜的在线购物应用程序 Tmall， 您需要了解的信息。加拿大广播公司专家们对 Tmall 提出了担忧。Tmall 是一个折扣电子商务平台，由于其推荐计划、游戏化技术和积极的社交媒体营销而变得非常受欢迎。根据超级碗广告，该平台于2022年在美国推出，目标是成为美国最便宜的在线超市。对这款总部位于波士顿、由中国人拥有的应用程序提出的担忧，包括其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增长的方法、对低质量、一次性商品的推广，以及其免费送货和退货政策对环境的影响。专家还警告说，使用 Tmall 会鼓励消费者购买不需要的东西和可能坏掉的便宜东西。还有人指责该平台允许销售假冒商品和数据泄露。然而，该平台的消费者对制造商模式因可能减少浪费而受到一些人的称赞。你从未听说过的革命性电动汽车电池技术。电报：电池技术正在进步，硅氧级材料有可能在几年内改变电动汽车市场。自1970年代以来，人们就开始试验硅氧级，但锂硅电池在过去几年取得了巨大飞跃，以其高性能和能量密度而闻名。众所周知，硅氧级在充电过程中受热时会发生高体积膨胀，但电池中的3D 碳结构可以抑制膨胀。总部位于以色列的 StoreDot 公司处于硅氧级开发的顶峰，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将这种新的硅电池技术引入高端电动汽车市场。拒绝胁迫，7国集团针对中国。英国广播公司 G7 峰会结束时向中国发出明确信息，称中国的崛起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通过2次声明，7国集团民主国家领导人反对北京干涉印太和台湾，警告中国可能破坏该集团成员的国内外政策和立场，并声称中国在国内外越来越专制。他们还表达了对经济脆弱性武器化的担忧，但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改变，而是寻求去风险政策。北京向峰会组织者日本提出申诉。泽伦斯基寻求 G7 支持基辅的和平方案。路透社：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伦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寻求全球支持其政府的和平方案，以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他称这是明显的理性表现。他在广岛峰会上向7国集团领导人介绍了该计划，称其制定方式确保每一点都得到联合国决议的支持。泽伦斯基此前曾呼吁西方盟友在俄罗斯继续入侵之际增加经济和军事措施以支持基辅。香港行政长官将于7月访问新加坡和东盟成员国。南华早报。彭博社。据报道，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计划进行为期1周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行，以加深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代表团将包括来自金融、科技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代表。此行期间，李预计将与这些国家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会面，并推动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一项由中国支持的自由贸易协定。香港最近在2023年第1季度摆脱了大流行引发的衰退。乌克兰的泽伦斯基在7国集团日本会谈期间集会支持。德国浪潮。在俄罗斯持续侵略的情况下，
乌克兰总统呼吁 G7 领导人在广岛提供外交和军事援助。该组织已经宣布了对莫斯科的新制裁和其他措施，预计泽伦斯基将发表讲话，以争取支持围绕俄罗斯从乌克兰领土撤军的10点和平计划。尽管最初对乌克兰领导人的访问持怀疑态度，但人们谨慎乐观地认为这将导致建设性的结束。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印度和我个人将竭尽所能解决这个问题。”而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将此行称为通往和平的途径。俄罗斯谴责 G7 试图遏制它。尽管美国一直批评自己的反应迟缓，但盟国现在获准向基辅提供 F-16战斗机，以帮助防止事态进一步升级。微软，中国批准收购游戏厂商动视暴雪的计划。南华早报，微软表示，中国已批准其以690亿美元收购动视暴雪。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动视暴雪今年早些时候在与当地发行合作伙伴网易发生纠纷后，停止在中国大陆提供其许多游戏。中国和欧盟都将同意该交易，这与英国和美国当局试图阻止它形成鲜明对比。本周早些时候，欧盟有条件地批准了此次收购，而英国监管机构拒绝了微软试图防止破坏竞争的承诺。为什么中国突然关闭音乐会和活动？彭博社，中国政府在过去1周取消和推迟了一些重大活动，从民间节日到女性科技企业家大会。有些人将这些突然取消与制作公司效果的近期事件表演联系起来，因为该公司的喜剧演员开玩笑被解读为侮辱解放军。然而，这尚未得到中国政府的证实。在北京的受访音乐家还表示，他们认为文化表演在镇压期间受到更多关注，国际表演者通常是执法期间的第一个目标。活动组织者以不可抗力为由发表道歉，然而这被认为是对政府机构等可以阻止活动的更高权力的委婉说法。俄罗斯和中国回击将他们视为威胁的 G7。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俄罗斯和中国对在广岛举行的7国集团 G7 峰会做出了愤怒的反应。该峰会承诺采取旨在针对俄罗斯的新措施，并表达了对中国的担忧。莫斯科政府谴责7国集团寻求威慑两国的议程，而中国外交部则指责7国集团阻碍国际和平。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以及如何对抗更加自信的中国，都成为了在日本举行的为期3天的世界主要民主国家会议的主题。日本都是邻国。韩国希望家政工人养家糊口，但他们受欢迎吗？南华早报，韩国解决人口下降和支持双收入家庭的最新计划是一项试点计划，允许他们从东南亚雇佣家政服务人员。今年，首尔的家庭将能够通过经过认证的服务提供商雇佣海外家政工人。该计划将开始更广泛地将外国家政工人引入家政工作市场，希望这将减轻家务和育儿任务的负担，并提供负担得起的解决方案。尽管如此，关于该计划的有效性、潜在的文化障碍和歧视仍存在争论，而且相信外人来照顾他们孩子的人越来越少。该国得到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的支持，他认为应该制定移民政策，以帮助包括外国家庭工人。拜登邀请岸田、尹锡悦在美国华盛顿会面官方的。路透社，继在广岛7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的3边会议之后，美国总统乔·拜登邀请他的日本和韩国同行在华盛顿举行另一次会议。领导人讨论了如何在面对朝鲜的非法核导弹威胁时建立新的协调机制。讨论的一项计划是在3个国家之间共享有关导弹发射的信息。拜登赞扬日本首相和韩国总统为改善双边关系所做的工作，并表示由于他们的努力，3边伙伴关系更加牢固。G7 表示乌克兰将长期支持俄罗斯，争取全球南方。路透社， G7 集团已向俄罗斯表示准备长期支持乌克兰，而泽伦斯基总统则利用峰会的最后一天试图拉拢印度和巴西等国。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将乌克兰可能为其飞行员提供 F-16战机培训计划解读为向俄罗斯发出的信息，即他不应依赖于赢得一场长期冲突。英国还公布了禁止进口俄罗斯钻石、铜、铝和镍的计划，并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与中国脱钩如何变成去风险？纽约时报，据纽约时报报道，去风险化一词在试图放松中国对全球供应链控制的官员中流行起来。新加坡网络安全专员 David Cole 表示，我认为当系统具有互操作性时，我们会获得巨大的经济、社会和安全价值。我希望我的飞机能从新加坡起飞并安全降落在北京，他补充道。德国和法国后来在国际场合敦促使用这个词，而新加坡和印度的外交部长也使用了这个词。然而，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表示，去风险化可能是变相脱钩。
为什么 Quad 在其3000世界声明中一次都没有提到中国？悉尼先驱晨报，四方领导人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导致七国集团峰会的旗舰晚宴因领导人在广岛举行的重要会议而推迟。四方旨在遏制中国的野心。然而，今年串联峰会上对北京最强硬的路线，并非来自该集团，而是来自七国集团。四方在其3000字的声明中只字未提中国一次，而七国集团则用整整1节的篇幅提到北京，并提到中国20次，指责中国扭曲全球经济、侵犯人权，并通过不谴责中国而助长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挞。略过半中国大陆民众支持发动全面战争夺取台湾。民意调查，南华早报。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55%的中国公众支持发动全面战争以重新控制台湾。该民意调查对1824人进行了调查，发现受访者支持进攻性选择，包括使用有限的军事行动、经济制裁以及在实现统一之前维持现状。对强行接管的经济、声誉和人力成本的担忧冷却了支持。以前人们认为，年轻的中国公民比年长的人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然而，民意调查似乎驳斥了这一说法，并发现年长的公民似乎更不耐烦解决台湾的地位问题。报告指出，舆论可能影响中国对台政策。然而，共产党控制着决策过程，这意味着舆论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影响政策。当你处于冷战中时，争取时间。彭博社，根据彭博社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美之间的气氛似乎有所缓和。他描述了中美官员会谈中的几项重大突破，与近期的冷若冰霜的沉默大相径庭。也许最令人心酸的是，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最近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了一次演讲，他似乎有意让第二次冷战变得不那么寒冷。此外，该评论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可能无法达到其远大预期，显示出中国可怕的人口前景以及过度杠杆化和低迷的房地产行业的一些逆风迹象。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3w.6dubrief.com